有缘人，就在昨晚，我碰触到了一直以来追寻的真相。这个发现让我无法保持沉默，我必须与你分享，因为这不仅关乎个人，而是关乎每一个寻找真相的灵魂。天地不仁，何解？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语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寥寥数字，却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宛如一把钥匙，开启了我们对世界本质的探索之门。然而长久以来，它却被诸多误解所笼罩。许多人望文生义，以为天地是冷酷无情的主宰，将万物视作低贱如刍狗般随意践踏，实则大谬不然。这里的天地并非指人格化的神灵，而是代表着宇宙间那广袤无垠、运行不息的自然法则与规律。它无偏无私，没有人类所具有的情感与偏见，不会因谁的祈求而给予特殊眷顾，也不会因谁的忤逆而施加恶意惩处。不仁并非残忍冷酷，而是指天地不存人类所理解的仁爱之心，不被情感左右，始终遵循着其固有的规律运行。刍狗作为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祭祀前备受尊崇，仪式结束后却被弃如敝履。它象征着万物在天地间的状态，借有其生灭兴衰的自然过程，平等地受着天地规律的支配，无分高低贵贱，亲疏远近。在自然界中，无论是朝生暮死的蜉蝣，还是历经沧桑的巨树，无论是渺小卑微的蝼蚁，还是威风凛凛的狮虎，皆在天地的怀抱中依循着自然法则生存繁衍，走向终结。地震、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并非天地对人类的蓄意刁难，而是地球板块运动、气候循环变化等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从宇宙的宏观视角俯瞰，地球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类更是微尘般的存在。天地怎会对某一物种或个体怀有特殊的情感与偏见呢？这种无偏无私、平等对待万物的特性，恰是天地的大仁所在。它赋予万物自由生长、发展与演化的空间，让自然的秩序得以有条不紊的延续。当我们以这一理念审视周围的世界，便会惊觉，生活中的种种现象皆可从中觅得踪迹。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行业的兴衰交替，企业的沉浮成败，个人的荣辱得失，无不受着某种看不见的规律之手的操控。科技的飞速进步，让曾经辉煌一时的传统胶卷、相机产业逐渐没落。柯达等巨头企业虽曾极力挣扎，却难挽颓势，而新兴的互联网行业则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孕育出无数的商业传奇与财富神话。这背后是市场需求的变迁、技术创新的驱动等规律在发挥作用，并非天地有所偏袒或不公，
个人的命运轨迹亦复如是。有人出身贫寒，却凭借不懈努力与才华崭露头角；有人含着金钥匙出生，却因不思进取而碌碌无为。努力与机遇、品德与才能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人生的走向。这其中，天地并未给予谁特殊的开后门机会，一切皆在因果循环、自然法则的范畴之内。生物学之境，生存的本能与残酷。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犹如一部无声的纪录片，真实而冷峻地展现着自然界的生存百态。在那片广袤无垠、未经雕琢的原始丛林中，弱肉强食的法则如同铁律一般，主宰着每一个生命的轨迹。狮子潜伏在草丛中，身姿矫健而致命，它紧紧盯着不远处的羚羊群，眼中闪烁着狩猎的光芒。一旦时机成熟，它便如离弦之箭般迅猛扑出，肌肉紧绷，利爪如钩，精准地将一只羚羊扑倒在地。那一瞬间，生死立判，羚羊的挣扎在狮子的绝对力量面前显得如此无力。鲜血染红了草地，这不是残忍，而是生存的必然。植物的世界亦非宁静祥和的净土，看似无声无息，实则暗藏玄机。在茂密的森林底层，阳光成为了最为稀缺珍贵的资源。各类植物为了争夺那一丝缕金色的光辉，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藤蔓植物凭借着柔软而坚韧的茎蔓，沿着树干蜿蜒而上，它们相互缠绕、攀附，试图超越同伴，将枝叶伸向更高处，以获取更多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而那些矮小的灌木和草本植物也不甘示弱，它们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伸展叶片，调整生长角度，哪怕只能多分得一丝微弱的光线，也绝不放弃。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那些无法适应环境、获取足够资源的植物便会逐渐枯萎凋零，化作春泥，为其他生命提供养分，完成生命的轮回。人类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尽管我们自诩为万物之灵，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构建起复杂精密的社会体系，但在本质上仍然无法摆脱生物学规律的深刻影响。职场如战场，无数求职者为了一个心仪的职位，如同角马群渡河般奋力拼搏。他们精心准备简历，挑灯夜战复习知识，在面试中展现出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只为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一旦成功入职，又面临着同事间的业绩竞争、职位晋升的激烈角逐。为了在有限的资源和机会中抢占先机，加班加点成为工作常态，身心压力与日俱增。许多人在这场职场马拉松中渐渐迷失自我，甚至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教育领域同
同样呈现出类似的景象。莘莘学子们背负着沉重的书包，穿梭于各类辅导班和兴趣班之间，从小学开始便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升学竞争之路。为了能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进入一所好学校，他们放弃了童年的嬉戏玩耍时光，埋头于堆积如山的书本和习题之中。家长们也纷纷卷入这场教育军备竞赛，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为孩子提供各种优质的教育资源，从学区房到课外辅导，从才艺培训到国际游学，每一项投入都承载着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望。然而，这种过度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磨灭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让教育的初衷在功利的追求中变得模糊不清。这种现象背后是人类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与个体生存发展需求之间的深刻矛盾。正如自然界中有限的食物资源无法满足所有生物的无限繁殖欲望一样，社会中的财富、地位、荣誉等资源也是稀缺的，无法让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满足。在这场激烈的资源争夺战中，人们往往只关注到自身的利益诉求，忽视了整体社会的平衡与和谐发展，从而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人际关系的紧张冷漠。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生物学规律在人类社会中有着一定的体现，但人类毕竟拥有独特的理性思维和道德情感，我们不能完全被本能驱使，如同野兽般盲目地进行残酷竞争，而应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可持续发展。丛林法则，社会竞争的残酷真相。在社会的广袤舞台上，丛林法则犹如一条无形的绳索，紧紧地缠绕在每一个参与者的身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和个体的命运轨迹。商业领域恰似一片危机四伏的丛林，企业之间的竞争呈现出白热化的态势。遵循着残酷的丛林法则，那些实力雄厚、资源丰富、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如同丛林中的猛兽，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在市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对中小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甚至将其逼至绝境。他们可以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以低价策略抢占市场份额，使得中小企业在价格竞争中毫无还手之力，或者凭借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和服务，吸引消费者的目光，从而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在互联网行业中，巨头企业凭借其海量的用户数据、先进的算法和强大的技术团队，迅速拓展业务领域，从电商、社交到金融、出行等各个领域，几乎无处不在，让众多新兴的创业公司在夹缝中艰难求生。职场同样是一个遵循丛林法则的竞技场，职位的晋升竞争激烈而残酷。
在许多公司中，有限的晋升机会成为了员工们激烈争夺的稀缺资源。那些能力出众、业绩突出、善于交际的员工，往往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更多的薪酬回报。而那些能力平平、表现一般的员工，则可能在竞争中被逐渐淘汰，陷入职业发展的困境。为了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员工们不得不拼命工作，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和健康。长时间的加班熬夜，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使得许多人身心俱疲，但为了不被淘汰，他们只能咬牙坚持。这种丛林法则主导下的社会竞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类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它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得弱势群体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难以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社会的公平正义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人际关系也变得冷漠和功利。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往往忽略了道德和情感的价值，导致社会凝聚力的下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原始丛林，我们不能完全被丛林法则所左右。在追求个人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秉持理性和道德的原则，努力营造一个公平、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教育公平等措施，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让社会的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人民，而不是仅仅被少数强者所垄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丛林法则的阴影下寻找到人性的光辉和社会的希望，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学审视公平与失衡的博弈。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中存在的公平与失衡的复杂关系。社会作为人类生活的宏大舞台，本应是公平正义的基石，然而现实却常常呈现出令人深思的景象。社会结构宛如一座无形的大厦，其构建的合理性与否直接决定了个体在其中的命运走向。阶层固化现象犹如大厦中的一道道壁垒，将不同阶层的人群分隔开来，限制了社会的流动性。一些出身贫寒的人，尽管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努力拼搏，但由于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人脉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往往在向上攀登的道路上遭遇重重阻碍，难以突破阶层的限制，实现社会阶层的跃迁。而那些出生于富裕家庭的人，从一开始便享有丰富的资源和优越的机会，在职业发展、社会交往等方面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更容易维持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因出身而导致的机会不均等，无疑是社会公平失衡的重要体现。社会制度在社会运行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部分制度的不完善或不合理之处，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以户籍制度为例，在某些地区，户籍的差异导致了教育、医疗、就业等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城市户籍的居民往往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公立教育资源、先进的医疗设施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农村户籍的居民则面临着教育资源匮乏、医疗条件落后、就业选择受限等困境。在教育方面，城市的学校可能配备了现代化的实验室、多媒体教室和专业的艺术、体育教师，而农村的学校可能只有简陋的教室和基本的教学用具，师资力量也相对薄弱。这使得农村孩子在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起跑线上就落后了一大截，进而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发展前景。这种社会的不公平现象，犹如一颗毒瘤，侵蚀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根基，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得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广大低收入群体则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和困境，容易产生不满和怨恨情绪。这种情绪如果长期积累，可能会引发社会冲突和不稳定因素。社会信任的缺失也是不公平现象的副产品之一。当人们看到不公平的现象屡屡发生，却无法得到有效的纠正时，就会对社会的公正性产生怀疑，进而对他人和社会机构的信任度降低，影响社会的凝聚力和合作效率。心理学洞察，在现代社会的喧嚣与繁华背后，隐藏着一个无形的漩涡，人类欲望的深渊。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剖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仿佛是对人类内心世界的冷峻写照，揭示了我们在欲望的驱使下所经历的种种挣扎与困境。在当今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的欲望如同被施了魔法的种子，在广告、媒体和社会舆论的肥沃土壤中迅速生长，呈现出过度膨胀的态势。我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激进狂热，名牌服饰、豪华轿车、宽敞豪宅等奢侈品成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仿佛拥有这些就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对权力地位的追逐也毫不逊色，职场上的明争暗斗，官场中的尔虞我诈，皆是为了那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权力，以期获得他人的敬仰和服从。而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对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关注和粉丝数量的过度在意，也反映出人们内心深处对认可和虚荣的渴望。我们不断地在外界寻求满足，却忽略了内心真正的需求，如同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的船只，随波逐流，
却始终找不到心灵的港湾。这种过度膨胀的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便会如同一把锐利的匕首，刺痛我们的心灵，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心理问题。焦虑如同阴霾般笼罩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时刻处于紧张和不安的状态，担心失败，害怕失去，无法享受当下的宁静与美好。抑郁则像沉重的铅块压在心头，让我们对生活失去兴趣和热情，陷入自我否定的深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未来一片黑暗。压力更是如影随形，沉重的负担使得身心俱疲，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不仅影响心理健康，还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如导致失眠、头痛、消化不良等各种身心疾病。从精神分析学派的视角来看，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欲望受到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重影响。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追求及时的满足和快乐；超我则遵循道德原则，对本我的欲望进行约束和抑制；而自我则在两者之间艰难地寻求平衡，试图在现实的框架内满足本我的欲望，同时又不违背超我的道德准则。当这三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欲望过度膨胀而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时，心理问题便接踵而至。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洞察。他指出，人类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塑造了各种原型和情节。这些潜在的力量驱使着我们去追求某些特定的目标和满足特定的欲望，而我们往往对此毫无察觉，在无意识中被欲望所操控。面对欲望的困境，我们并非束手无策，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效的应对方法和策略，帮助我们驾驭欲望，回归内心的平静与和谐。认知行为疗法教导我们审视自己的思维模式和信念系统，识别那些不合理的欲望和认知偏差，通过调整思维方式，改变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反应，从而降低欲望对我们的负面影响。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源于内心的不安全感和虚荣时，我们可以尝试培养感恩的心态，关注生活中的小确幸，珍惜已经拥有的东西，从而减少对更多物质的渴望。通过设定合理的目标和计划，将大目标分解为一个个可行的小目标，逐步实现，既能满足自我成就感，又能避免因目标过高而产生的焦虑和挫败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培养一些健康的心理习惯和生活方式，如冥想、瑜伽、阅读、绘画等。这些活动有助于我们放松身心，提高自我觉察能力，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洞察欲望的根源和本质。冥想让我们学会专注于当下，
觉察自己的念头和情绪，不被欲望所左右。瑜伽则通过身体的伸展和呼吸的调节，帮助我们释放压力，平衡身心能量。阅读和绘画等创造性活动能够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满足我们对美的追求和自我表达的需求，使我们从对物质和外在认可的依赖中解脱出来，转而追求内心的充实与满足。通过这些方式，我们能够逐渐培养出内心的定力和智慧，在欲望的洪流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内心，不被其吞噬，而是将欲望转化为成长和进步的动力，实现自我超越和内心的和谐发展。经济学视角，财富的流动与不均。在经济的广阔领域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犹如一道冷峻的光，照亮了财富分配的现实途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不同行业之间犹如横亘着一道道财富鸿沟。金融行业凭借其对资本的掌控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从业者往往能获得丰厚的薪酬回报。互联网科技行业以其迅猛的发展势头和巨大的创新潜力，孕育了众多的高收入岗位和财富神话。而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农业等行业，由于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成本上升以及产品附加值低等困境，从业者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工作环境也较为艰苦。在金融中心的高楼大厦里，银行家们操控着巨额资金，年薪百万甚至千万者不在少数。而在偏远乡村的农田中，辛勤劳作的农民们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和微薄的农产品利润，年收入可能仅有数万元不到。这种鲜明的对比令人深思。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导致了财富分配的巨大差异。沿海发达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先进的基础设施、丰富的人才资源和优惠的政策支持，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产业集聚，经济增长迅速，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生活条件优越，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高楼林立，商业繁荣，科技创新活跃，人均收入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拥有先进的医疗、教育资源和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而内陆的一些偏远地区因交通不便、资源匮乏、产业基础薄弱等因素，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居民收入水平较低，许多地方甚至还面临着贫困问题。破旧的房屋、匮乏的教育资源和有限的就业机会，成为这些地区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与发达地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虽然具有高效性，但它遵循着优胜劣汰的原则，导致强者愈强，
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那些具有优势的行业和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源和要素投入，进一步提升其竞争力和财富创造能力，而劣势行业和地区则陷入恶性循环，难以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困境。垄断因素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些行业存在着垄断企业，他们通过控制市场份额、限制竞争，获取了高额的利润，使得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企业和个人手中，而广大消费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则不得不承受高价和低质服务的双重压力。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收益率往往大于经济增长率，这使得财富不断向拥有资本的少数人集中，加剧了贫富差距。当资本在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且其回报率持续高于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时，那些拥有大量资本的人，无论是通过继承还是早期的资本积累，都能够坐享资本增值带来的巨额财富，而广大依靠劳动收入的普通民众，尽管辛勤工作，其收入增长却难以跟上财富积累的步伐，贫富差距由此逐渐拉大，社会阶层也因此趋于固化，这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长期稳定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这种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犹如一颗潜在的炸弹，给社会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它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低收入群体由于缺乏足够的消费能力，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从而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高收入群体的过度消费和投资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经济泡沫的产生。两性关系，时代变迁下的情感迷宫。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两性关系领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同样为我们揭示了一幅复杂而多变的画卷。在时代的滚滚浪潮中，两性关系犹如一艘在波涛中航行的船只，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与考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迁，无疑是两性关系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激烈碰撞，在爱情、婚姻和家庭等诸多方面引发了显著的变化。曾经，传统观念中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观念根深蒂固，婚姻往往被视为一种基于家族利益和社会压力的契约，夫妻双方在角色上有着明确的分工和固定的模式。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观念如平等、自由、尊重等逐渐深入人心，人们对两性关系的期望和追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如今，女性在教育、职场等领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权利，她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而是追求事业与家庭的平衡，渴望在婚姻中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和话语权。
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得两性关系从传统的依附模式逐渐向平等、独立的方向发展。在婚姻家庭方面，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和高强度压力，使得人们在处理两性关系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压力成为了许多夫妻关系中的隐形杀手，房贷、车贷、育儿费用等沉重的经济负担，常常让夫妻双方在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中疲惫不堪，引发焦虑、争吵和矛盾，甚至导致婚姻的破裂。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和多元化，也使得人们的社交圈子不断扩大，外界的诱惑增多，对婚姻的忠诚度受到了考验。社交媒体的普及，让人们更容易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一些人在虚拟世界中迷失自我，陷入婚外情等情感纠葛，给原本稳定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日本，这个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深刻社会变革的国家，其两性关系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深刻的案例。日本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高速发展后的停滞与转型，社会压力与日俱增，逐渐步入了所谓的低欲望社会。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人的两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对婚姻和恋爱的热情明显降低，许多人选择推迟结婚，甚至不结婚，更倾向于追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生活。根据日本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日本的结婚率持续下滑，生育率也屡创新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独居或者与父母长期同住，而不愿意组建自己的家庭。这种现象背后是经济压力、职场竞争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在高房价、高物价和激烈的职场竞争环境下，许多年轻人认为结婚生子会给自己带来沉重的负担，限制个人的发展和自由，因此宁愿选择一种相对轻松、自由的单身生活方式。然而，这种现象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巨大压力等问题逐渐凸显，对日本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促使我们深刻反思，在追求个人自由和发展的同时，如何平衡好两性关系、家庭责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面对社会环境变化给两性关系带来的种种挑战，我们不能听之任之，而应积极探寻应对之策。首先，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是维系健康两性关系的基石。夫妻双方应当学会坦诚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需求和期望，同时也要耐心倾听对方的声音，理解对方的立场和处境。在面对矛盾和分歧时，应以平和、理性的态度进行沟通协商，避免情绪化的争吵和指责。
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尊重和理解对方的选择与独立性也是至关重要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自己的梦想、兴趣和追求。在两性关系中，应避免过度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尊重对方的个人空间和隐私，支持对方在事业、学业等方面的发展，让彼此在相互尊重和支持的氛围中共同成长。此外，共同培养兴趣爱好，共同参与家庭事务和社会活动，能够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默契和互动交流，提升婚姻的质量和幸福感。例如，夫妻可以一起参加户外运动，学习一门新的艺术技能，参与社区志愿者活动等。通过这些共同的经历，加深彼此之间的情感连接，营造一个温馨、和谐、充满活力的家庭氛围。总之，两性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时代的变迁中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挑战。我们应深刻领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蕴含的哲理。正是这些变化和问题，以理性、积极的态度去应对，通过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在这片情感迷宫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实现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为社会的稳定与繁荣贡献力量。能量流转中的社会百态，在天地不仁的宏观视野下，社会宛如一个巨大而精密的能量场，其中资源、信息、情感等各类能量无时无刻不在流动与转化，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个体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发展轨迹。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的经济体系犹如一座庞大而复杂的能量工厂，财富、物资、劳动力等资源在不同的产业和地区之间持续流动，遵循着市场规律这只无形之手的引导。资本如同活跃的能量粒子，在金融市场的驱动下，迅速流向那些具有高回报率的行业和企业，为其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而劳动力则像一股稳定的能量流，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汇聚，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为流入地贡献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也带回了新的技能和观念，促进了地区间的能量交流与平衡。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国际贸易更是让各国的经济能量相互交织、融合。资源丰富的国家输出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技术先进的国家则凭借高科技产品和创新服务占据高端市场。这种能量的跨国流动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产业竞争等问题，使得全球经济格局在动态中不断调整和演变。信息作为一种无形却极具影响力的能量，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传播，
互联网如同一张无边无际的能量网，将世界各地的人们紧密相连，信息在其中飞速流转，瞬间便可传遍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条热门话题，能够在短短数小时内引发数百万人的关注、讨论和转发，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人惊叹。新闻媒体则是信息能量的重要汇聚和传播节点，它们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将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类信息传递给大众，引导着社会舆论的走向，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决策。然而，信息能量的快速流动也带来了信息过载、虚假信息泛滥等问题。这些负面能量如同噪音干扰，使得人们在海量信息中难以辨别真伪，容易陷入困惑和误导，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情感能量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如同温暖的阳光或寒冷的冰霜，直接影响着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和社会的凝聚力。在一个充满友爱、互助和信任的社区中，居民们彼此关怀、支持，积极参与社区事务。这种积极的情感能量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使得社区成为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园。相反，在一些人际关系冷漠、缺乏信任的环境里，人们各自为战，甚至相互猜忌、争斗。负面情感能量的积累导致社会矛盾频发，削弱了社会的整体力量。在灾难面前，如地震、洪水、疫情等，人们自发地伸出援手，捐款捐物，志愿服务。这种共情与爱心的情感能量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暖流，给予受灾群众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慰藉，展现出人性的光辉与社会的温暖。而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微小的善举，如一个微笑、一次让座、一句问候，也能传递积极的情感能量，在人与人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氛围。在这复杂多变的社会能量场中，正能量与负能量的转化与博弈时刻都在发生。公益活动便是正能量传播与汇聚的生动体现。志愿者们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和爱心，为贫困地区的儿童送去教育资源，为孤寡老人提供生活照料，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保障。他们的行动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了社会的角落，不仅给予受助者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励，也激发了更多人内心深处的善良与责任感，使得正能量在社会中得以传递和扩散，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与之相反，网络暴力则是负能量滋生与蔓延的典型案例。一些人在虚拟世界中隐藏真实身份，凭借匿名性肆意发表恶意言论，诋毁他人名誉，
煽动仇恨情绪，对受害者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这种负能量如同病毒一般，在网络空间中迅速传播，侵蚀着人们的心灵，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甚至可能引发一系列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如自杀事件、群体冲突等，给社会带来沉重的伤痛。个体作为社会能量场中的微小单元，其行为和选择并非孤立无援，而是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会在社会这片广阔的水域中激起层层涟漪，对周围的人和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人，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能够感染身边的朋友、家人和同事，传递乐观、坚韧、善良等正面品质，带动他们共同追求美好的生活，为社会增添一份温暖与希望。相反，一个消极悲观、充满负能量的人，可能会将自己的不良情绪和负面观念传递给他人，引发周围人的焦虑、沮丧和不安，削弱他们的积极性和信心，甚至可能导致负面情绪在群体中的扩散，形成一种消极的氛围，影响社会的整体情绪状态。在天地不仁的大环境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虽然社会存在着诸多不公与残酷，但我们并非无能为力。我们应秉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从自身做起，努力传播正能量，抵制负能量的侵蚀。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参与公益活动、关心他人、倡导文明行为等方式，为社会注入温暖与善意。在面对网络信息时，保持理性和批判性思维，不盲目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避免成为负能量的传播者。在工作和学习中，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推动正能量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汇聚与升华。而这些都需要无数个体的共同努力，我们才有望在这看似冷漠的天地之间，营造出一个充满爱与关怀、公平与正义、和谐与美好的社会环境，让社会的能量场充满积极向上的力量，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着更加光明的未来前进。在天地不仁的底色上描绘出人性至善至美的绚丽篇章。有缘人，言尽于此，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你的每一次点赞转发都是修行福田中的一粒芥子。回复一句感恩宇宙传讯，愿你能够知则虑行，行于律己，迷迭繁落，只求本心。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